坚持不下去了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陈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；女嘉宾小李23岁，来自河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老师好。好，欢迎两位哈。据说高中就在一起了啊？对，高中在一起了，高三。高中同学哈。对。同班同学。对。哦，就是正要考大学那一年，你们俩在一起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哦，家里人不反对啊？当时也不知道，当时家里人都不知道。后来考到同一所大学了吗？没有考到同一所大学。那这个谈恋爱是在一个城市还是什么呀？不在一个城市，在一个省。那就是有点异地的意思是吧？对。大概学校和学校离多远啊？就3个小时路程吧，大概。哎呀，也不近。现在谈了几年？现在5年了，正上大4嘛。哦，就第5个年头。对。也不容易啊。今天来干嘛呀？今天其实主要我挺想来的，我就觉得我对他付出特别多，但是他真的他一点都没有就是回报给我，而且他现在还对我有所隐瞒。我觉得吧，就是他特别爱管着我。从高3那时候还挺好的，就上了大学之后，他就特别喜欢管着我。然后什么事儿都是不给我空间，然后给我特别大的压力。要不然你们说点事儿让我们听听。就是比如上大学之后是异地啊，他也刚才也说3个小时的路程，他开始一直是找我，这我也挺感动的。就是我家庭条件不太好，来回一趟也是几百上千块钱，然后我当时也有点负担不起，他就一直来找我。虽然我很感动吧，就是他来之后，就有一些事情让我挺不高兴的啊。比如说，我和我朋友跟他一起去吃饭，就我舍友，他就觉得啊，我这个舍友好邋遢，然后那个舍友爱占我便宜。有时候我们去社团吃饭，他就觉得哪个女生对我就是眼神就不对了，然后因为这些就跟我生气，当时拉下来脸，整得我在朋友面前特别尴尬。不是，主持人，您知道那个女生真的特别过分，她就是当着我的面就跟我男朋友就这样拉拉扯扯的，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手都能这样碰上。我作为他的女朋友，我肯定受不了这一点啊。对，这谁受得了啊？对呀，还有他的舍友也是，他的舍友就是平时有的时候爱占他的小便宜。我知道他特别节俭，他有的时候他的学费啊，他的生活费都是他勤工俭学挣来的，所以我特别体谅他。但是我能忍受他舍友竟然还去占他的便宜，就吃饭的时候都要让他来付，这种钱都不会还给他，那我肯定受不了。我就觉得你不给你女朋友花钱，你还给别人花钱就他说这些吧，像什么女生碰我什么的，就是像主持人你也知道，大马路上比如2个人，他过来跟我说句话，那我俩碰着了，你说这是事儿吗？而且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。不是大马路上说句话不太容易碰上啊。对吗？就是比如并着排走路说着话，就可能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碰上，他认为我碰上了，就我根本没在意这个事儿。我跟那女生也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我跟我那些同学，那男生之间，比如今天他没带钱，我给他付一份饭钱，10块20块的这些钱，就我也不很在意，以后他也会请我吃饭。他就认为啊，这个学生爱占我小便宜，他就把什么事都放大了，弄得我跟我同学就之间特别尴尬。喜欢当着他同学面说是吗？我就是跟他提过，我就是想让他去离这些朋友们远一点嘛。我这种话我是私自跟他说的。私下说。我这个出发点我是为了他好呀。是啊，他说是私下说，但是当时就会给我们脸子看，然后整的就大家都很尴尬。明白了，就是看你其实你挺感动的，结果来了一出怎么很别扭，就什么都管着我啊。后来就开始我没办法，我去找他嘛，因为我朋友这块闹挺僵的，我去找他，然后去找他的时候，我1个月就是那么1000多块钱就自己打工赚的。去找他一趟也花几百，但是我也就算是回学校省吃俭用，我也挺高兴的，毕竟见着他了啊。然后到他那儿他还管着我，他就觉得啊，我今天穿的衣服脏，这个衣服旧，还得让我去换新的衣服。然后去见着他朋友了，我一个男生和他还有一些女生吃饭，那结账的时候我去结账很正常吧？他就是当着所有朋友面说啊，你也没钱，然后摁住我的手，然后他去结账，就整得我特别尴尬。他们人都认为啊，久而久之觉得我吃软饭呢。什么就吃软饭了呀？我给他花钱，然后我还不落好了。他确实就是平时就没有什么钱，我就想着我就给他付一下嘛。这种事儿很正常啊，你怎么就能觉得是吃软饭的？然后还有就是，他就特别要面子，就在这种事情上。那你就不想想我要不要面子？你穿的平时邋里邋遢的，衣服上有时候都有油点之类的，你也不想想，那这种时候你就不要面子了。我就想着咱们俩出去都能干干净净的，我给你买一身衣服，我还有错了。
我就觉得他什么都管着我，你看穿衣服也管着我，交朋友也管着我，然后结账什么的都得管着我，就什么都必须得听他的，就让我特别难受。你这还难受啊？那很多人会觉得很幸福啊。那也是确实，我也挺感动的。对我就是一直对他付出着嘛，但是我就觉得他现在就不只是这样，他还对我有隐瞒。有什么隐瞒？说隐瞒吧。就是比如你看，我上次拿他手机，我就想查点东西，我就跟他要了密码。等我下次再想玩他手机的时候，他不仅把密码给改了，里面所有信息、微信、聊天记录全都给删了。那你删了就是不想让我看呗？你有什么东西就是隐瞒给我呀？你就心里有鬼吧？我心里有什么鬼呀？就我改密码，就是因为他就，总看我手机，不是像他说那样偶尔看一次，他总看我手机。然后我这个人，我就觉得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隐私。那我父母看我手机，我也有点不高兴。然后我就把密码改了，不过他管我要，我也给他了。然后不像他说的，就是很简单似的。他看我的微信，看我的微博，然后看着哪一个女生，甚至有的时候的头像像女生，他都不知道男生女生，就给我点个赞什么的，他就问我这人谁呀？我要不告诉他，就跟人私信去就问去了。然后微信聊天记录也要一个一个翻。我这样不也是因为在乎他吗？而且他平时这方面做就是不好，你像跟那个女生拉拉扯扯的，那我肯定就有些怀疑。还有隐私，我就觉得我们俩在一起5年了，刚开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怎么不说隐私呀？现在开始说隐私了。你要是不喜欢我是吧？你在外面你要是有喜欢别的女生，你跟我说，你不要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。不是他没做的吧？你做了吗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就是他认为是我偷偷摸摸。但是你觉得他做了，对。然后主持人就是，后来嘛，我也就不在乎了。那他一直要看我手机，那我就给他看嘛。那看就看了。最近就发生一件事让我特别的不高兴。啥事儿？我现在大4了，然后我学习还可以，然后我的老师嘛就有他朋友也是做我们这专业的开公司的，然后他认识，就想介绍我去那块儿去面试一下，然后我就是跟他们都当时商量好了，就差那个面试的时间和地点，人家说发消息给我，然后我就等着嘛。就前一阵他不来找我嘛，然后他玩我手机我也没在意，他看到这短信直接把短信给我删了，然后整到现在我导师就打电话质问我，我一下都不知道，我当时懵了呀，问我为什么放人鸽子，那我哪知道啊？那你怎么不说这短信为什么呀？就是他在不告诉我的情况下，他跟人家老师商量好了要去别的地方工作，他就没跟我说一声。我当时看到这个短信之后，我真的气得都不行的了，因为就是我们俩已经商量好了，大学毕业之后要一起去一个城市打工，以后就不异地了。那他这样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找好路了呗，就不想管我了呗。我不是不想管他，我就觉得不管怎么样，他应该跟我商量嘛，不应该把我消息删了，他就直接把消息给我删了。那你不跟我商量，你跟你的老师说，你跟我商量了吗？你这倒打一耙呀！我当时就觉得吧，8字没一撇的，就没告诉他，然后他就这事儿就把这个短信删了，整得我现在跟老师关系特别尴尬。那你想跟他在一个城市吗？我想跟他在一个城市。那你那会儿想老师推荐这公司的时候，你干嘛不跟他说？我觉得这种事儿吧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特别高兴的说，哎呀，我们要去那个哪儿，我现在有着落，我导师帮我推荐了一个，怎么着，我先去啊，怎么着？就是你没说是吗？当时吧，我俩之前商量是在北方，就北京、天津这块儿，我俩都是河北人嘛，就在这块儿。然后他也不喜欢，就往远了跑，离家远了。那我就当时我就想，我先看看，因为8字没一撇，没定的。所以老师推荐的那个是南方的城市。对，南方。那你已经想往南方跑了，难怪人家姑娘生气呢。那我觉得他也不应该把短信直接删了吧？那你想去南方吗？其实也挺想去的。可是你也知道他要在北方。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商量的。我就觉得我一直在付出，但是他就真的是没有这样。他就是什么事儿，你看这种事他不跟我说，他都是自己为自己考虑，他不为我考虑。但是你像我平时真的是一心一意的为他付出。平时你看我在学校，虽然说可能他就是经济条件稍微困难一点，然后但是我也没有其实就是富裕到就是很夸张的程度。我也是有自己的花销的，但是我愿意给他花钱。就有100，我就愿意给他花90的这种，但是他就做不到这一点。就比如我前一阵儿拿钱，我去有急用，我周转不开了，我实在是周转不开了，我就说这钱你先借我，跟他借了1000块钱，但是我这钱肯定是要还给他的，我不会不还。结果他就真的是过了1个星期之后，每天都催我要，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。我就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，陌生人他都不至于这样催着要钱。你也知道他急用是什么，他要是真急用，他当时给我打电话说我有急事儿，然后管我借钱，然后我当时马上就给他了嘛，我都没问他。后来知道急用居然是买一套护肤品，就1000多买一套护肤品，
整的我就当时我都没钱吃饭了，然后他还觉得特别理所应当的。本来他正常管我借钱，我也不会说什么，就因为这种事儿，然后我就管他要了，然后他就也因为这个就觉得我对他不付出了。我平时借给他钱，我给他花的钱，我从来都没要过。我知道他困难，我有多少钱，我恨不得全都给他。但这种事儿他跟我要，我也不是在乎这1000块钱，你说我就是要你的一个态度。你这什么态度呀？你天天找我跟你还钱，我又不是不还给你，我这钱我要有，我肯定给你啊，对吧？听懂了。男生，你理解他心里那个结吗？我知道他。我也理解你心里那个结。男生的结，如果你是真急用，我不在乎。可是在我看来，你买个化妆品，你怎么叫急用呢？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所以你觉得他这钱是瞎花了？可是女生的结，我也当然理解也明白。我对你那么好，对吧？你看我对你那么珍惜付出，我就，你们俩对这1000块钱的去向，或者这1000块钱在你们俩心里面的这种重量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不讨论这个啊。那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是准备分手啊，还是说要调整啊，还是对未来已经很迷茫了？你们想干嘛呀？其实我是不是很想分的？因为我们俩毕竟在一块儿都5年了。我觉得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5年其实挺不容易。我再想谈一个5年恋爱，我可能就老了。所以我就，我看看资料，今年才23岁，你还好多5年的恋爱可以谈的。如果你但是我就觉得挺不容易的嘛，所以我其实就是想让大家就跟他说说，就是想劝劝他。我就是劝他啥？就是我其实不是很想分手。哦，那是说现在有人想分手了是吗？对，就男生想分手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就是别人都感觉啊，他对我特别好，明面上也是他对我特别好，就是他什么都管着我，让我特别有压力。就我的人生、我的未来和什么都是要他去定。所以女生今天是来挽留男生的是吧？哦，分手就分呗，你就直接跟他说了，你干嘛把他拉我们这儿？就是我其实也挺纠结，因为我确实我也挺喜欢他。我也知道他对我好，我就是认为他可不可以以后给我一点空间，就各方各面，别什么都管。所以你是真分手啊，还是希望通过老师帮他改变啊？也就是想老师就是给他一点建议，也给我一点建议，我到底应该怎么摆正这心态？你觉得心态哪儿出问题了呢？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点急躁，就因为这个事儿，就包括之前上过短信就整。那你们到底准备去哪儿呢？这毕业？我还是准备留在北方。我觉得还是要离家近一点。哦，他就要去南方呢？那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劝劝他吧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哦，就他如果一定去南方就要分手，是这意思吗？去南方吗？就是我说去南方嘛，我不是因为就是很想去南方，我想是有自己就是好的未来，我就是因为老师给我找了一个好的发展。明白了。所以其实我们还真得感谢这对年轻人。至少他们都是坦诚的，女生是我想挽留，但我不勉强，是这意思吧？男生是我想分手，但我又分不开，所以才来。他们就处在这种人生的最拧巴的一个阶段，5年又是异地恋，双方其实对情感都有付出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，也有一些不太愉快的过往。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其实首先特别想感谢你们2个，因为一提到异地恋，分手的概率高达90%，而在你们整个的表述过程当中，我并没有听到因为异地恋使你们的感情有阻碍，所以其实也很好的向我们证明了，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异地恋维持5年、10年，甚至更长。所以我认为你们当中是有爱情的，可是这段爱情里面最基本的要素你们没有达到。比如说，爱情当中最基础的就是2个人在彼此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有一个舒服的状态。我先不说幸福，我先问男生，你舒服吗？我挺不舒服的。对，这就是问题的核心。他特别的不舒服，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觉得我为你付出的多，我就可以对你要求的多。你打心底里觉得，在你们整个的爱情过程当中，你是付出更多的那一个，我对你做出的所有要求都是为你好。
但你不能假借为你好之名，去让他达到一个不舒服之时。不管你怎么为他好，他根本就不享受这样的状态。男孩一直在回避你，他从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就开始规避你的某些内容，比如说，他规避掉你和他的生活圈子的亲密关系，他宁可花更多的钱去到你的生活圈子里，都不愿意你进入到他的同学朋友当中去，因为你的到来会让他不舒服。他改掉了自己的手机密码，对你同样是一种回避。他回避掉的是你对于他的监督和检查，而这一次，他的老师给他介绍南方的工作，他没有告诉你，其实是他最后一次想要逃跑。这段关系的核心问题和矛盾点，就在于你们两个人的这个经济基础的不对等。很多人其实经济基础都不对等，但是人家没有问题，是因为你们自己心里面给自己扎了一根刺儿进去。你一直在说，你说我没有说他吃软饭啊，可是你也说你又没有钱，1000块钱你都不给我，小气，是不是都是你说的？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又阻止他到南方去发展，去找工作，又要拴在自己的身边，那他去哪里挣这1000块钱？可能对于你来说，这1000块钱就是1个月擦在脸上的水而已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这1000块钱是口粮，所以你们根本思维就不在一条线上。而且5年时间并不长，孩子，你完全可以再花5年去谈其他的恋爱，因为他不是你的菜。不如结束这一餐，开启下一个5年，好吗？祝你们各自幸福，谢谢。整一个聊下来就是2个核心的关键点，一个说我付出那么多，一个说他欠你的嘛，是吧？我能理解你的心态啊，你的心态就是一直觉得是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就是他欠你的。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句，他不是跟你谈完恋爱之后变得没钱的，他一开始就没钱，你选了他，这是你选的。一个就需要你样样去把控的人，这是你选的；一个需要勤工俭学的人，是你选的；就一个给不了你买化妆品的人，是你选的。我相信你不是那种贪财或者要一个条件好的人，你也不会选他，对吧？但是你心中有这种怨气，但是你必须要明白，这是你选的，所以这不是你的付出，是你的选择。你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人，选择了他和你谈一段曾经很美好的爱情，这不叫付出。你所谓的付出，只是心里的落差。你可能看到别人是怎么样的，别人得到了什么，所以你才觉得那些东西是付出。然后一旦你把那些东西当成付出，就是应该女朋友应该享受到的东西我都没有享受到，所以这是我的对你的付出。当你这么想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我既然已经付出那么多，我就不应该跟你分手，否则我不就白付出了吗？因为我们经常听到很多这种话，我跟你谈了那么多年恋爱，我的青春浪费了。谈恋爱的过程中青春是浪费吗？不是啊，你的青春怎么会是浪费呢？曾经的回忆就不是回忆了，曾经的事情就不是事情了吗？你一直觉得他是欠你的，以至于你们2个人在感情中的心态失衡，他的心态也失衡，你的心态也失衡，就是你们的爱情里面没有了尊重，不是没有空间，是没有尊重。他没有拒绝导师给他的一个机会，他可能是说啊，南方机会很好，也有可能是因为人际相处的时候我不好，立刻拒绝导师，那我去，哪怕我去面个试，我再商量。你看，这是很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相处，但你直接就给他删掉了，这是没有尊重感。就好像你说的，我摁住你的手，我帮你付钱，还不好了吗？一个尊重人的人可能会让男朋友先付钱，之后再跟他说你有没有钱，我给你一点，这是尊重人的做法。但是你没有考虑，没有顾及这个尊重的点，因为你一直觉得他是欠你的，所以你把这一趴给忽略掉。爱的前提是平等，
如果没有平等，就会带来我刚才所说那种你欠我，我欠你，我们之间是没有尊重的。所以，我建议你们两个人先想想，你们未来能不能进入一种平等的关系，能不能平等的看待对方所具有的那种选择权，然后再考虑今天你们要不要从门里面走出来。谢谢。我觉得你们爱得很纯粹，就是单纯，但是爱得不得法。很明显，让你这个年纪的女生去理解男人就天生要面子这件事情。我都在说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却不领情。男生似乎在说，强人所难的爱再极致，我也不要。女生的爱少了些尊重，男生的心里少了一点感恩。你们彼此把对方活生生地演变成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。那些时时刻刻要把自己所有的付出当成筹码一样标在墙上的人，其实最终就会落下这样的结局：就付出了那么多，对方反而不领情。你把你所有的付出都当成了筹码来压迫他。你要知道，一个女生如果想要帮助一个男生在经济状况上，是会把钱偷偷地放他兜里，而不会拿在手上说拿去，对吧？你就属于这种，拿去用吧，反正你也没有钱，我有。但其实这种所谓的付出是在羞辱对方。你要真的想帮他，你就悄悄地塞进他兜里，他内心才是真正的感动，否则的话他会认为你是在炫耀。所以说，孩子，你很傻，明明白白的付出了，也确确实实的是在乎了，但是你所有的付出的一切给别人的是反感，而不是让对方感恩。男生，我刚才说，其实你的心里少了一点感恩。我当然知道你不舒服，你很难受，但是在今天你整个描述事情的语气当中，我看不出你对于这个女生对你那种心疼的理解。你们俩相识这么多年，他也是扎扎实实的把你当成了自己心里最在乎的男人。虽然他的方式是不对的，但他处处是在维护你。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多了，就认为反正都欠的，欠多点欠少点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去到南方一走了之。我以后不要再见到这个女人，我也就看不到那些我曾经欠过的债。但是你要知道，钱债易还，情债难偿。如果你是抱着这种心态去了南方的话，我相信将来不管你找哪个女人做你的妻子，你始终会心心念念的在自己人生低谷的时候想到，在我大学时期相对于饥寒交迫的时候，有一个那样不太聪明的女生，非常霸道的在维护我。所以如果我认为你们之间能够有一个相对好的改变，女生能够爱得不那么强势，也许对于男生来说，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会有所改善。我不觉得他很想去南方，但他真的不舒服，因为让所有的爱都让我活得不舒服，让我没有自尊。我们曾经深爱过，就该干嘛干嘛去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就是我觉得，刚才听了老师们的意见，我也想了好多。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做的方法就是有点过激，所以我也希望，希望我们俩彼此都能再好好想想，因为我也挺珍惜这段感情的。就这样。5年的时间确实不容易，我也很珍惜这段感情。就像老师说的，我确实觉得你可能之前就不太尊重我，然后不给我一点空间，让我特别难受。但是我确实真的也舍不得你，然后具体要怎么样，我也现在有点乱，我想好好想一想。就是我真的也不愿意就随便说放弃，我也知道你对我的付出，我想我再好好考虑一下。没了啊！对我也是。行，那就亮灯吧。要求是少说多考虑，是这意思吧？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了你们5年，其中有4年的异地恋的生活哈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哎，要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。来，请关门。